去打个电话？别打。妈，你们去睡吧。你明天还要上班，爸还要写书，小夏又不在，家务那么多，不打。小希，坐下。你赌这个气干什么呀？你看你，他同意了要来接你，一定会来。啊，你让我们躺下了，再让他糊弄起来是吗？那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别来了。好，你要是决定了不跟他过了，你就去打吧啊。要么我们先休息，明天你还上班呢。本来想顺便跟他谈谈的，真是的。喂，哎，小希啊，我到你家楼下了，我怕影响你爸妈休息，你还是下来吧。怕影响我爸妈休息？你打电话来就不怕影响我爸妈休息吗？上一次深更半夜打电话来，吵得我妈心脏病都发了，我都跟你说过的。不想上来别上来，别找借口。气死！明明就知道我们在等他，他明明就知道，说要晚一点来可以啊，可以先打个电话来说一声啊。那你为什么就不能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声为什么呢？不惯他这毛病。那彼此了嘛。我也觉得他有点变了。以前他跟小希再怎么闹，眼里还是有我们的。现在可倒好，明明知道我们也在等他，啊，装不知道。到了楼下不上来，他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因为我们帮他们家没帮他们家满意，就算欠他们家的了。妈，我是欠他的。你欠他们家什么了？孩子，妈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我一直在帮你联系有关专家，不过你们自己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啊！不是我们，是我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妈，你应该看见了，何建国对他们家是言听计从、说一不二，毫无原则，那不是一个孝顺所能了得的。一旦让他们知道我不能生孩子，一声令下把我休了，何建国绝无二话。但是妈，我真的想给他生个孩子，真的。我买早点去了啊。冰箱里不有面包吗？牛奶买了吗？哎呀，昨天给忘了。哎呀，凑合着吃算了啊！你不要写稿子嘛，别在这些事情上浪费时间了。好。小希起来了吗？哦，我去叫他一下。哎呀，这孩子真是的。梅佳，主任，有什么指示？哎呦，哪敢有什么指示啊？你现在是咱们社里的财神，哎，刘凯瑞那赞助款到了。真的啊？哎，
这下小西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。嘿，这顾小西还没到，你说啊？主任早，你来啦。天天迟到。有什么吃的？只有酸奶。我们家保姆走了，早上连早饭都开不了。保姆走了？为什么？不知道。贤佳，我想跟你谈谈。我没有时间，我们一会儿要开会。我就一句话，刘凯瑞赞助的2万，我还给他了。这是收条。你去找他了？对，你找他干嘛呀？核实一个情况，什么情况？问问他，在你那儿，幸福的标准到底是什么？他说什么呀？是富有，那你呢？是感情。对不起。你能确定你的感情吗？能，我爱你。简佳，我们结婚吧。小李，这12床的病人哪儿去了？吕主任来看他了。好像出院了。下边咱们商量一下，这个研讨会咱们在哪儿开啊？就在我们会议室吧，可以降低成本。哎呀，不行，既然要开是吧，就要开好。既然有钱，咱们就弄得像档次一点啊。这个记者非常看重这一点。啊，对了，小新，那个稿子跟那个评论家看了吗？已经发给他们电子稿了，第1版。行，他们也就随便翻翻，要真看呢，哪看得过来啊？哎，跟他们说啊，月稿费1人1000。谢谢主任。甭谢我，谢你弟吧。要不是他那2万块钱垫底啊，就这说啊，要什么没什么。哼，甭说研讨会了，出都不想出了。对了，名字也得改一改啊。那个什么古代诗歌研究啊，什么妇女双重价值啊，这不行，有钱都不行。你们发行部的就会说不，我们起一个书名你们说不好，再起一个你们又说不好。有本事你起一个试试看，我学习学习。就会说不，谁不会说？我也会说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这书名我给你起了。我跟刘凯瑞的助手啊沟通了一下，想把咱们的研讨会啊放在他们的会所里头开。为什么要在他们那里开？他又没有出钱。哎呀，听我说呀，那2万块钱啊只是出书的钱，既然他们愿意提供咱们的活动场地，他只是为了扩大他的知名度。双赢有什么不好啊？我去他的会所看了，装修的非常的豪华和气派。哎，最绝的，就是一进门，它一扇门，是一道暗门，你知道吗？一看上去是一面墙，有个机关，一摁，噔，门开了，里边啊，嘿，别有一番洞天。据说宋朝的李师师和宋徽宗，他们俩人悄悄的约会，就是通过这个暗门。怎么样？这设计啊，多具有人文情怀啊！主任，这跟书名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。我想啊，是这样，咱们既然啊把这个研讨会在他们会所开，
那咱们这个研讨会的主题呀，就得稍微的改变一下，变成什么？东方文化和享乐主义，这就是咱们的书名。不行，怎么不行啊？啊，这名字和内容不符的都行，更何况我这名字跟内容我认为相当的贴切。那你看啊，东方文化啊和古代诗歌对应，享乐主义和妇女双重价值对应。顾雅西，不用翻白眼儿。既然咱用了人家的场地，咱们就得学会尊重啊资本意志，啊。行了，就这么地吧啊！你们再商量商量，我去开个会。什么叫资本的意志？根本就是拜金主义，有钱的就听他的，有奶便是娘。这下你说对了啊！有奶还不是娘啊？啊，没奶你怎么长这么大的？奶牛也有奶，你管它叫娘吗？什么时候跟你爸介绍我一下？等你爸妈同意之后。主要是我爸，其实我妈好对付，当妈的都好对付。还有你姐。我姐反对咱们，主要是怕咱们不长久，弄得满城风雨，最后还不了了之。一来她跟你没法交代，二来还惊动了父母。总而言之啊，道路是曲折的，前途是光明的。对，我核实了一下，就是这样的。好，好，哎，再见。头儿，老板秘书让你上老板那儿去一趟。好。小西，我帮你把饭打来了。咱们出去吃吧。哎，咱们社旁边新开了一家餐馆，味道还不错。我请客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出去再说嘛，好吗？走吧，走吧。你请客啊？肯定。我不带钱了啊。带。肯定有什么事儿吧？来吃饭。来，怎么样了？行，头儿，看上去是好事啊，是不是老板要给你涨工资了？哟，那倒没有，就是给我看了一个人事任免的命令，技术总监被免了。你接替他当总监？啊，真的啊？副总监不走，直接扶正。32岁当总监，你这可算是公司领导核心层中最年轻的干部了。哎，杨总监怎么办啊？凉拌，老同志啊，5年前就该下去了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就得死在沙滩上。头儿，请客啊！没问题。哎，这样，今天晚上7点半，山东海鲜不见不散啊！但是有一条，不准带家属。不带你们先吃，我收拾一下。行，我帮小庞跟我爸妈做工作。但有一天你们俩要闹离婚，可别来找我。我们俩不会的。谁结婚的时候都说我们俩不会的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爱情是与众不同的。当初我跟何建国也是这样。你们俩要离婚啊？我这臭脾气，他的家人，加上我又不能生孩子，离婚是早晚的事儿。可是你不能生孩子，也是因为他们呀。因为何建国要开车回家，因为他们家乡那条破路。不管原因是什么，他们只看重结果。农村人把生孩子看得很重要，而何建国又把他们家人看得很重要。
孝敬父母是对的，不过我觉得何建国有点过了。是啊，平常他倒是挺通情达理的，但一碰到他家的事儿，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哎，我请他吃饭吧，跟他好好聊聊。他电话多少啊？啊，我这儿有。我晚上确实没时间，简佳，我不是推脱，真的是有个饭局。哎，要不这样，干脆你来我们这边吧，我告诉你怎么走。来，请坐。今天随便点啊，我请客，但是有一点，手下留情，囊中羞涩。先生，您几位呢？啊，7位。您稍等。要不你先进去跟他谈，没打招呼就出现，我怕他会不高兴。哎呀，你这已经是放低姿态，主动跟他求和了，他怎么会不高兴呢？恐怕我连谈都不用跟他谈，咱们这叫用事实说话。走吧。还有一位谁啊？我还有一个朋友。你说不可以带家属的？对呀，一个普通朋友。男朋友还是女朋友？女朋友。女朋友？何总监刚升官就带女朋友了？哎，长得怎么样啊？对，说说。长得嘛，你尽管可以用形容美女的词来形容，没问题。哎，快说一下。说说。对，还有什么婀娜多姿，婀娜多姿，还有呢？美若天仙，闭月羞花，这些词儿一个都不过分。简佳，来，进来坐。建国，真是，这种天还让人坐敞篷车。迷宫嘛，是该想办法给你哥调工作。我跟小航说吧，不过我们也分别去想办法。进来。爸妈，我睡去了啊。哎，小黄啊，啊？你那个车修好了没有啊？妈，你有事儿啊？啊，周六我要去烟台，有个手术，你送我去趟机场啊。周六车能修好，可是我有事儿啊。哎，要不我叫简家开车送您一趟？要么让建国送你一趟吧。谁也不用送，我自己打车。哎，姐，那我和简家的事儿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咱爸妈说呀？我明天下班直接回去跟他们谈。啊，哎，小航，你姐夫他哥的那个工作，你能不能想办法给他换换？对，尽量想办法给他换换。好，谢了啊。什么尽量啊？直接给包工头下命令，不给换把他给撤了。
那个包工头跟甲方的关系很深的，他还弄走了2个项目经理。这种人呢，只能是跟他商量。哎，老顾啊，看见我那条真丝围巾了没有？回来啦。哎，小希啊，我那条真丝围巾你看见吗？你送我的。啊我帮你找找。真是的，上星期六我还带着呢，上哪去了啊？是不是在这儿啊？这条在哪找着的？压在小航的衣服底下了。要是小夏在啊，又是小夏的事儿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小航的钱找到没有？好像没有吧？我怎么就觉得小夏不是这种人啊？哎，也真是。来，我帮你。去一边去，别添乱。我能行。快来。不用。也不知道我姐跟我爸妈谈的怎么样了。要是你爸妈不同意呢？等。不行，无论如何不行，我们绝不可能接受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女人来做我们的儿媳。妈，简家就跟过刘凯瑞，一个刘凯瑞还不够啊？我看他是昏了头了。年轻人以貌取人没有错，但是不能只取一点不及其余。简家其他方面都还可以啊。哎，我说你是怎么了？怎么今天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呢？我觉得他们是真心的。就像当初我跟何建国那会儿，跟何建国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在想，谁反对都没有用，我就是要跟何建国。现在我也将心比心，妈，小航现在能够征求我们的意见已经很不错了，我们不能什么？不能给脸不要脸，是不是？小希，你去告诉小航，他给的这个脸，我们还就是不要了。他如果非去简家不可，没问题。从此以后，就让我们不要再看见他。妈，何必呢？没那么严重。咱是男孩子，结个婚也吃不了什么亏嘛。一个女人呐，就是一所学校。你妈就担心啊，小韩和简家这种人在一起，能怎么样？从此就堕落了？很有这种可能。早，又比我早。我爸的书啊订稿了，我看过了，你审吧。听小航说，你昨天晚上找你爸妈谈了。啊，我爸都还不知道。从根本上来说，这本书能出，完全是因为你。你千万不要跟他说啊！为什么不跟他说？早不跟他说，是因为怕万一不出书打击他。现在出书已经成定局了，为什么不跟他说？你没有必要当雷锋啊！不能说，至少现在不能说。谈感情的时候就不要谈钱，否则再真诚也是虚伪。
来靠边，找死了！你主要是你们乡村小道啊！行了，走吧。这帮农民真没素质，就不能跟他们客气？小孙，别说了。张警长，哎，这活怎么干？换个活，干瓦工。好，那谢谢王总。别谢我，谢你小舅子。哎呀！找死啊你啊！你会不会走路啊？啊，车子碰坏你赔得起吗你啊？小孙，行了啊，开会要迟到了。师傅，有话好好说啊！你把车碰坏了赔得起吗？哥，哥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瓷砖全是意大利进口的，连手指头都金贵，去的时候小心点，别弄坏了。哎，我跟你俩说，照应点啊，好好干。师傅，来，我来吧。哎呦呦！喂，总务处吗？我何建国。上午给我开车的那个姓孙的司机啊，让他走人吧。嗯，立刻。好，就这样。爸，吃饭了。哎。爸，您的稿子二审看过了。哦。他们建议还是得删。还要删？嗯。哎。您可千万别舍不得删，您可是中文系的教授还不知道，适当的删节反而是一种突出，是一种强调。那得删多少？至少2万。啊？喂，哎，您稍等啊，爸找您的。哦。喂。哦。哈哈。好，我回来啦。妈，吃饭。帮我洗。小时候都是您帮我洗的。嗯，还知道啊。长大以后啊，我就没洗干净过。懒呗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我的一个学生打来的，他说他收到了你发给他的有关我的那个书的内容。我把你的书啊发给了一些相关的评论家，但哪个是您学生我不知道。他说呀，我的书好，说没想到。有人没想到的，您又不是头一回出书啊。是，现在这种纯学术的书啊，出起来的确不容易。哎，这个学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学生。那个时候啊，只要一听我的课，他们早上5、6点钟就爬起来占座位去。爸，我相信啊，您肯定会再度辉煌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喽。哥，你上午见了我，咋不理我就要走呢？建国，往后你和你单位的人
要是碰见我，咱就当不认识，用不着说话啊。哥，建国，有你对哥的这份心，哥知足了。我们没有必要给你在单位造成不好的影响。哦，对了，我那500块钱呀没丢，接一朋友给忘了，今儿还我钱了，我才想起来。荒唐！发这么大火，至于？你有话大声说。有什么呀？谁还没有个忘事儿的时候啊？你知道你忘的这事儿啊，给我们带来多大麻烦，给别人带来多大伤害啊！再把他找回来还不行？跟何建国说说，把小夏给请回来，同时向人家道歉。这个小夏，刚直不阿，宁折不弯。行了，你别掉书袋子了，吃饭。哎，姐，我今天看见何建国了，是条汉子，有种。他怎么了？吃饭。建国，用不用我帮你啊？不用，哥，以后赶紧把衣服换上，别再冻着了啊！哎，就在床上。哎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他为了他的家人，连老婆都可以不要了，还会怕在外头跟他哥相认呢。姐，这人不错呢，至少从这点上看，这人不错。这人呐，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要请他哥回家洗个澡，吃个饭，两个人得聊聊天，让我晚点回去。真是啊，手足情深呢。哎姐，刚才妈对我那态度不妙啊。这事儿啊，急不得。他现在是怕你跟简家在一起，从此就堕落。哼，那我就对不起了。你想要干嘛？结婚是我们2个人的事儿。你不要胡闹啊！我跟你讲，被俄罗斯通缉的恐怖分子巴萨耶夫的谈话，认为这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而驰。马斯哈多夫、他上哪去了？都是俄罗斯通缉的要犯。去年小航上哪去了？不知道，他没说。叙利亚和伊朗3号分别。多吃点肉啊。哎，够了。你现在比来的时候还瘦。这工地上的活儿跟家里的活儿不大一样，生活上也不大习惯。要不来家住吧？哎，可不敢再麻烦人家了。今天你小舅子去了，给我换了个工作，瓦工，比干力工轻松多了，还能学技术呢。哥，干脆啊，你到我公司来干吧。我现在好歹也是一个部门的领导。那哪成？你刚当上领导，就给自己家办事儿，影响不好。建国，你可不能有一点闪失，咱家就指望你了。也罢，你去我那儿呀，也只能干个保安、清洁工什么的。学学瓦工也好，好歹也是一门技术。但是来家住这个事儿，你就听我的吧。怎么着也过了这一冬啊！哎呀，哥，就这么定了。我去跟小西说说，说不通我再说。要不这么着，今天晚上呢，你先回去住，我就把小西接回来，我跟她好好商量商量。啊。那你们可不敢再吵了。不吵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不想因为我让你和你父母闹僵。那只有咱们俩分手。反正瞒着他们登记结婚不行。可是他们不同意。我们可以等。要就是不同意呢？
小航，爱情并不比亲情更重要，这两者应该是平等的。跟生你养你的父母断绝关系，你会很难过、很痛苦，无论是为了什么。这个你其实心里很清楚，现在只不过是一时冲动而已。而我，包括我们的爱情，也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代价和牺牲。简佳，你这么优秀，这么好，他们怎么就看不到呢？你快回去吧。简佳，别担心，一切有我。在你父母同意之前，我们就不要再来往了。突然的增加痛苦。好了好了，哟，爸，建国来了啊！我来接小西啊，小西在洗澡呢。哎，建国来了啊！建国啊，妈，有日子没来了啊，当了领导，工作更忙了是不是啊？我听出来了，妈在批评我。哪是批评你，是在表扬你，进步确实不小。小西，我来接你回家。又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这孩子，心里怎么那么阴暗？好好好，我心里阴暗，我把好心当成驴肝肺。等我一下啊，换衣服，5分钟就跟你走。快。我们有多久没这样了？有1个世纪了吧？有一阵子啊，我都想带你去看看医生了。看什么？看你们异地呀。我的异地。哎，不过呀，像我这个岁数的男人，这样的工作压力，这样的家庭压力，十有8九干事了。但我恰恰是几个例外之一。吹牛。吹牛？不信你出去问问。问谁啊？就算能问也不用问啊，答案是明摆着的。大部分人都会跟你一样，说自己是少数的几个例外。我真的觉得吹牛就是你们男人重要特点之一。哼，我这是吹牛啊？咱这是用事实说话。哎，刚才你不觉得飘飘也像吗？啊？一个人做好事啊并不难，但要做一辈子的好事是很难的。那得看看你有没有这种魅力，让我一辈子做好事。嫌我老啊？没有，我可不敢。哎，我跟你说件事。小航，到哪儿去了？爸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在我屋里干嘛呀？等你，想跟你谈谈。把门关上，你妈睡了。
我就说，你今天怎么突然之间这么殷勤，跑去接我，还对我施美人计？没用的，何建国，这招对我没用的。哎呀，就一个冬天，啊，那公公太冷了。你是不是跟你哥已经说好了？其实你哥来我们家住，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，真的。问题在于我总觉得跟你们家人比起来，我就像是一个外人似的。甚至于小夏，你跟他都比跟我还要近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建国，你帮我拿下我的浴衣啊！说好，那就赶紧好好干吧。对不起。宝贝儿，啊，这房定金我都交了啊，这房就一个字儿，倍儿棒。行，这么着。师傅，这砖刚铺上不能踩啊！怎么不能踩？那你让我往哪儿走啊？刚铺上你踩了还得重新铺。师傅，这干嘛？怎么不能踩了？这砖是意大利进口的，不能踩啊！师傅，哎，这不能踩啊！意大利进口。干嘛呀？踩坏了我们都包不起啊！意大利进口怎么了？不能踩啊！这就是火星进口的，老子我想踩就踩。你不踩了就踩，干嘛呀？先生，这是施工现场，闲人免进。闲人免进啊！把你那眼睁开，好好瞧瞧。我是闲人吗？我是来这儿买楼的客户，知道吗？请订阅频道，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